水族有古训，寨子里水性最好的姑娘，若没能在25岁前与心上人成婚，25岁生辰后便会收到河神婚书。婚书可以拒绝，可一旦在喜册上落笔，便要与河神一族结契守护，再不能反悔。而我今天25岁了。周旭，你到哪里了？今天是我25岁生日，你答应过会回来带我出寨领证。桑月说，寨里今晚要逼他从几个男人里选一个走婚，他如果不选，族里就会直接替他定下婚事。到时候他再真的走不出大山，他求我先冒充他选中的人，替他拖住族里。所以你就穿上新郎服进他的婚房？那我呢？你们寨子的规矩不就是和庙里一尊神像走个形式吗？你执意不嫁，他们还能真把你怎么样？可桑月今晚要是选不出走婚对象，族里就会直接替他定下婚事。他让我先冒充他选中的人，替他拖住族里，再找机会带他离开。可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帮完桑月就回去娶你。我们在一起5年了，还差这一天吗？周旭，这是我最后一次等你。云溪，最后一天已经过去了，你还是没能等到他。河神的旨意说，嫁与不嫁仍由你自己选择。这一笔落下，喜册封印，再也不能反悔。我嫁。喜册封印之后，河神自会知晓。后日上花轿，这门亲事便再也改不得了。我知道。你等了周旭5年，换做真心想娶你的人，早就娶了。不等了。云溪，我们天一亮就赶回来了。你说只是帮他，可你穿的是新郎服，参加完走婚，你们就是夫妻。我只是替他把走婚演完，又不是真的娶她。等寨里的人放松警惕，我们3个一起回京市。那你现在带我去领证。昨晚只是选定走婚对象，今晚还有公开的认亲宴。要是现在离开，寨里人立刻就会发现我们在骗他们。认亲宴，做戏要做全套，不能让桑月被族人笑话，受了委屈。原来你知道，没按族规出嫁的姑娘会被人笑话。当然知道。那我呢？云溪妹妹，你别怪旭哥，他只是心善，舍不得我一辈子困在山里。等回到城里，我就把旭哥还给你。不用了，你自己留着吧。你对桑月什么态度？我们都解释清楚了，你还想怎么样？我回不去了。今早寨老来过，我已经答应嫁给河神。又拿嫁河神逼我。桑月都说了，你们这条规矩是活的，嫁庙里的神像而已，走个形式。我告诉过你，这次不是走形式。我做水质研究这么多年，从没见过什么河神，难道还真会有个人从湖里出来娶你？我说了，你也不会信。因为这世上根本没有河神。那你到时候就看清楚。云溪妹妹，你千万别冲动。让她嫁给一尊神像，还真把自己当圣女了。走，别为了她耽误我们的事儿。水族女子定下姻缘，要亲手绣一只绣球，交给自己的夫君。5年前，我也曾为周旭绣过一只，可他转手就送给了桑月。还生气？我给你买了金戒指，桑月替你挑的，你们1人1个。她毕竟名义上是嫁给我，总要顾及她的面子。以后我再给你买更好的，这是绣给我的。不是。怎么把嫁衣都拿出来了？你不是说了吗？走个形式。等你和神像走完形式，我和桑月的走婚也差不多结束了。到时候我们3个一起回京市。今天还要去湖边取一次水样，研究做完，我就带你走。今天用了桑月寨子里的人搬设备，我和他太疏远会被怀疑，你别说漏嘴。你们的事与我无关。帮我拿着，今天你是生理期，别下水。他居然还记得。周旭在爱你这件事上，确实很会做表面功夫。可等你嫁给何人，他就彻底属于我了。是你骗他，说走婚之后就不能离开寨子。骗不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相信我，也偏心我。旭哥，我的手机掉湖里了，我想给你拍照，云溪不让，还抢我的手机，手机才掉进湖里。下去，把手机捞上来。
不是我扔的，今天我也不方便下水。做错了事就该负责。我没有。算了，我自己去。虽然水性不如云溪，但我会游泳。云溪，快下去把他带上来！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今天这水，你不下也得下！他明明记得我的生理期，可真正到了湖里，他连回头看我一眼都没有。帐篷里有衣服，自己换。云溪，我现在真的觉得你怎么伤成这样？你水性那么好，怎么还会出事？周旭，我明天就要嫁人了。不就是和神像走个仪式吗？不是仪式，这次是真的。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云溪，旭哥，是你救了我吗？云溪，花轿到了。云溪，昨天桑月受了惊，我才留下来照顾她。她那边的走婚已经应付过去了。等你今天和神像走完仪式，明天我就带你回京师领证。这次我说到做到。太晚了。什么太晚了？我是做科研的，不信什么河神。你真打算为了赌气，一辈子守着一尊神性？吉时已到，恭迎河神迎娶新娘。怎么会有船？这是代曲，你不是应该去河神庙和神像完成仪式吗？谁告诉你？谁告诉你，我们寨子的河神是一尊神像？夫人，我来接你。夫人，我来接你回家。云溪，停下！云溪，你别去，我马上娶你，立刻就娶！我们现在就回京师领证。你回去吧，我已经说过，我是自愿嫁的。周教授，别耽误河神新娘的吉时。什么河神？不过是弄虚作假，抢别人的妻子。这位先生何出此言？又哪里来的抢夺别人妻子？云溪是我的女朋友，我们早就说好要一起离开水寨领证。是吗？可我怎么听说你的新婚妻子是隔壁寨的桑月姑娘？你说云溪是你的女朋友，可这世上哪有男人当着女朋友的面和另一个姑娘参加走婚举行新婚仪式？我和桑月是假的，我只是想帮她离开大山。她要离开大山，为什么需要你帮？桑月说她到了年龄就必须走婚，一旦走婚，这辈子都不能离开寨子。胡说，这里向来婚嫁自由，从没有不能离寨的规矩。你若不信，可以问问在场的族人。我们寨子的年轻人想去哪里都可以，从来没有走婚以后不能离寨的说法。不可能，桑月明明告诉我，他骗了你。那云溪呢？她25岁前不嫁人，就要嫁给河神，这难道不是强迫吗？古训只是由河神一族向水性最好的姑娘送上婚书，象征两族共同守护。婚书可以拒绝，只有女方自愿在喜册上落笔，这门婚约才会生效。云溪落笔之前，我问过他
他亲口说，他愿意嫁。云溪，为什么？因为我不爱你了。我等了你5年，已经等够了。可是我爱你，你回来，我们重新开始，我会用余生补偿你。你不爱我，或者说，你根本没有那么爱我。昨天桑月为了证明你偏心他，亲手把手机扔进湖里，再诬陷是我做的。可你没有问我一句，就把我推进了湖里。我的脚被暗流卷进石缝，怎么都拔不出来。我拼命向你求救，可你从始至终都没有回头。若不是他救了我，你今天参加的就不是我的婚礼，而是我的葬礼。开船吧。云溪，你回来！所有过往的执念，都在这一刻彻底清理。旭哥，跟我回去吧。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这里等云溪回来。别等了，齐家已经安排他们去城里领证，等你追上，她早就是齐渊的合法妻子了。你为什么骗我？为什么要诬陷云溪？要不是你，她根本不会嫁给别人。因为我喜欢你，我也想和你在一起。我爱的是云溪，我和你之间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假的？云溪25岁生日，你抛下她来陪我走婚，难道不是因为舍不得我嫁给别人？我给她挑最小的戒指，给自己挑镶钻的，你也纵容我。我跳进湖里，你逼他下来救我。到了水下，你眼里也只有我。你这样偏心我，敢说自己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或许我的目光曾经偏离过，但我现在才知道，我心里只有云溪。我要去找她，无论用什么办法，我都要她回来。你别走，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你哪里都不如她，你连她一根头发都比不上。周旭，今天这件事，你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夫人这么着急领证，是怕我反悔吗？我只是怕再出意外。一切都听夫人的。是不是买的太多了？不多，夫人喜欢就好。光是一个前院，就有我家10个大。夫人先吃饭，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可以慢慢看。你们一族很少露面，怎么会这么富裕？只是在水寨很少露面，齐家一直在外经商，海外也有生意，所以不缺钱。今日只是接亲，家中长辈还没有回来，之后我会再为夫人主办一场正式婚礼。寨子里的族人呢？我已派人给每家每户送了伴手礼，寨老和夫人家里的礼物最重，夫人不必担心。夫人一直看我，是有话想说吗？我想谢谢你，那天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已经……那天我正好在湖边，看见夫人在对岸，便多看了一会儿，没想到还能救夫人一命。可我记得，对岸都是树。我在树顶。你爬得还挺高。不爬高一点，怎么能看清夫人？夫人不必谢我，你也曾救过我，我们算扯平了。我救过你？夫人还记得小鱼吗？你是小鱼？可小鱼明明是女孩。你见我留着长发，又比你矮，非要喊我妹妹。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反驳，只能由着你。那你后来为什么突然不见了？我偷跑出去和你玩，被族中长辈发现，从此被严加看管。等我能够独掌河神之位，再去找你时，你已经离开水寨读书了。那你为什么没有去城里找我？我去过，可那时你身边已经有周旭。我不愿拿一纸婚书逼你回头，只能等你自己做出选择。云溪，
我等了你10年，万幸我终于等到了。原来在我等周旭的那些年里，也有一个人一直在等我。到了机场，我给你介绍我家人。云溪，我来接你回家，我们回京市。周旭，我已经结婚了。没关系，我不介意。你和他离婚，我们马上回京市领证，我保证，以后所有偏爱都给你。齐渊很好，我为什么要离婚？你才认识他多久？你根本不了解他，你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我知道，他喜欢了我10年，在我痛苦等你的那些年里，也有人一直在等我，只是我过去太爱你，没有发现。现在我不会再放开他的手。至于你的偏爱，如今在我眼里一文不值。他给不了你幸福，他只能把你困在深山里，让你过穷乡僻壤的日子。周教授不必替他担心，齐家在京市和海外都有产业，不会把云溪困在山里。他想去哪里做什么，我都会尊重。安全送周教授回去。等一下，周旭，如果你真的爱过我，就请你从我的世界里消失，这是最后一次，我已经不爱你了，也请你不要再做徒劳的挣扎。你就这么走了？走婚是假的，戒指是假的，连你对我的偏心也要当成没发生过吗？我承认，是我没有守好边界，才让你误会，也伤害了云溪。可错误不能再用另一个错误补偿，我不会因为愧疚和你结婚。右腿骨折，需要尽快送往城里手术。车已经安排好了，医院也联系过，你们之间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没人有权逼谁结婚。你为什么帮我？不是为了你，云溪不希望任何人再因为这场闹剧受伤。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云溪，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2年，你过得好吗？挺好的。桑月没有和你一起来吗？他跟我到京市后，我们还是没能过好。后来他遇到了别人，我们就离婚了。他离开时说，他喜欢的是那个能带他走出寨子的我，那不是爱，只是我们都把执念当成了感情。云溪，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周旭，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我的丈夫对我很好，我也过得很幸福，而且我们已经有了孩子。齐渊曾经帮过你，你应该心怀感激，而不是继续打扰我们的生活。云溪，云溪，这是你老公吗？是啊。也太帅了，长发好有个性。吃饱了吗？没有，还想再吃一顿火锅。还能吃得下？你的孩子想吃。好，你们想吃什么都可以。双向奔赴的路，永远比一个人走得更快。累不累？不累，只是忽然觉得，过去真的离我很远了。他是在提醒我们，该回家了。近来没有大旱，湖水却一天比一天低，族里只当是季节变化。不是季节变化，水里多了一股铁锈味。我让人取样，再查地下水位，只看湖面，找不到真正的原因。
我在寨湖长大，却从没见过这样的水流。有人在抽走寨湖的水。旧图上没有这条管线，新图上也没有，说明修建它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下记录。河神一族守湖多年，谁敢在眼皮底下修这种东西？敢做，不代表没人帮他遮掩。今晚先到这里。我只是怀孕，不是瓷娃娃。我知道，所以茶土归你，下湖归我。这是我母亲最后一次整理水文记录的那一年。管道被启动了，他们知道我们发现了。18年前，北岸确实有过一项云水工程，但族中档案记载，它还没建就被永久封停了。没有建成的工程不会在18年后继续抽水，也可能是设备老化，意外启动。意外不会挑在我们发现管道的当晚发生。查可以，但证据齐全之前，不要先把族里的人当罪人。我查的是水脉，不是某一个姓氏，谁动过它，证据会说话。我们所有工程手续齐全，从未进入寨湖保护线。地下管道穿过了保护线，旧管道不是我们修的，但它是在你们打下第6口勘察井后重新运行的。河神夫人已有5个月身孕，还亲自查这些，不怕伤到孩子。我只向族中长辈报备过孕期，从未对外说过月份。沈总的消息倒是很准。他比他母亲难对付，那就别让他找到旧水文石。系统里只有这一版。纸质记录呢？18年前以后，北岸记录全都被统一收走了。北岸的旧记录是谁收走的？当年工程出了事故，长老会决定封存。封存在哪里？我不知道。叔父，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愿意说。有些真相揭开以后，伤到的不只是一个人。可继续隐瞒，伤到的是整个寨湖。母亲当年也查到了他。你母亲离开水文室后，这里就再没开过。原来母亲曾站在和我一样的位置，看见同一片湖慢慢失去水。母亲不是没留下证据，她是把证据藏了起来。引水工程已经偏离原设计，有人把救急水道改成了长期取水通道。齐恒，研究所收到匿名举报，要求对寨湖进行第三方检测。我是项目组成员。既然是工作，就按工作流程来。好。检测区域已经清出来了，需要什么可以直接告诉我。水里的矿物比例没有自然变化，却出现了深层岩层中的金属离子，说明湖水正在和北山地下水库交换。不是湖水自己流过去，是有人强行打通了水层。还有一件事，过去3年的公开检测报告，有人改过原始数据。我以前做错过很多事，这次不会要求你原谅，也不会打扰你的生活，我只负责把证据查清。这一次
我不会替任何人隐瞒。旧工程的入口不在湖底，在泵棒下面。地下金属原子浓度还在上升，再拖下去，湖底生态会先出问题。今晚进去，你留在外面看水脉图，不是把你排除在外。里面情况不明，我需要你在外面替我们判断方向。每10分钟报一次位置，少一次，我就立刻叫人封锁北岸。他们接管了旧系统。夫人，里面没回应了。不是他们出事了才停电，是有人等他们进去后才启动真正的抽水系统。主电源被切断，自动阀门却还在运行。他用的不是地面电源。带我去西侧实景。门后不是出口，是地下水库。一旦完全打开，寨湖的水会被全部引进去。云溪，我在，水门只是暂时停住，你们尽快出来。别再动了，第3根铁链只能暂停水门，继续拉错一根，整个地下水库都会失控。你果然知道这里。18年前，这条水道原本是为了在大旱时储水救寨，后来有人发现北山地下水可以卖给外面的矿场和度假区。是谁改了工程？我的父亲，还有沈潇的父亲。当年的收益救过整个家族，我若公开，河神一族会失去族人的信任。所以你就眼看着他们重新抽水？我以为只要控制用量，就不会伤到寨湖。水不会替你保守秘密。这是你母亲交给我的最后一页。若工程再次启动，控制权不在齐家，在沈家。立刻切断整座府府电源。夫人，为什么断电？火势掩护。对方真正想毁掉的，可能是电子备份。所有原始指挥具我都做了一线备份，就算档案烧了，证据还在。今晚有人试图闯进研究所的样本库，我已经报警，材料也提交给监管部门了。后面的事，我会作为检测人员作证。谢谢，保重。沈家只是执行者，每逢祭湖，真正的总闸会短暂开启。明天就是祭湖日。祭湖日水位最低，地下压力会短暂平衡。只有这一天，真正的总闸才能开启。那就立刻取消祭湖仪式。不能取消。前2里只会唤醒旧系统，第3道开水里才会真正开闸。水文源已经接入监测，我们让前2里照常进行，才能锁定是谁在操控总闸。可以继续，但云溪不登记船。我留在岸上调度，你也不能离开我的视线。好。祭湖仪式传承100年，从未因任何事情中断。今日只完成前2里，第3道开水里暂停。河神夫人刚接触族物，就要整改组定。组定是为了守湖，不是给暗中的人开门。军下，18年了，总闸终于又开了。开水里一旦开始，强行中断会让水压失衡，出了事你负得起责任吗？真正该负责的是
是把祭礼改成开闸程序的人。所有族人后退，封锁祭台。这不是祭词，是母亲留下的关闸顺序。她早知道有人会利用祭胡日。若我失踪，不要只查修渠之人，手印之人才是最危险的人。第3道程序没有完成，总闸只开了一半。云溪发现了歌册，把它控制起来，歌册也一起毁掉。他母亲留下的东西还没找全，现在动他，只会让剩下的证据永远消失。可他继续查下去，我们谁也拿不到北山的水。18年前，我母亲发现祭胡印可以启动总闸，她失踪后，祭胡印一直由您保管。所以，你凭旧字和一场火就要审问我？我没有审问您，我只要求在调查结束前封存祭胡印，并核查河神府外网权限。你嫁进齐家不过2年，就要封存传承100年的记印。记印属于水寨，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暂时封存是为了查清真相。你们和云溪的母亲一样，总以为把秘密揭开就能救所有人，至少不会让错误继续借守护之名活下去。这是掌印端的指令，白瑶启动了第2套控制程序。你把齐渊关在哪里？你既然相信真相能解决一切，就先看看他能不能救他。等总闸完全打开，他救得了自己，未必救得了整座寨湖。夫人，你不能下湖，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我知道，所以我不会冒险跳进水里。祭台、石井、水鸭塘，我去走母亲留下的干井通道。齐衡，你跟我去。你还信我？我不信你，但你欠寨湖一次补救，也欠齐渊一个交代。左边通往总闸，右边通往水压舱。都不对。母亲的歌谣里说，无声处才有归路。齐渊，敲3下。云溪，当你听到这些话时，我可能已经回不去了。白瑶将祭胡印交给沈家，齐衡的父亲改了水道。我想关掉总闸，却被困在地下。不是母亲不要你，是母亲必须先把水留给寨子。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他选择了离开，原来他也曾拼命想回到我身边。总闸没有必须牺牲一个人的规矩，只要同时转动回水轮与泄压轮，被困的人就能出来。白瑶一直告诉我们，关闸必须留下一个守门人。他需要的不是守门人，是一个替他承担事故的人。你母亲就是太相信这些旧记录，才没能走出去。是你把他困在这里的。他若肯交出证据，本来可以活着。把歌册和剩下的记录交出来，我就开门。别像他一样，把命也赔进去。是我害了你母亲。当年她把证据交给我，我却因为害怕，转身告诉了白瑶。忏悔流道出去以后，水停的时候一起转。齐渊，听见就退到东侧。你有没有受伤？我和孩子都没事。
既然你们不肯开闸，那就让整座山体我开。夫人，白瑶和沈香往项目区逃了。先不追，旧屋里还有老人和孩子，所有水卫分成2队，一队疏散族人，一队封住下游木桥。我带人去山口接水。不行，山口水压不明。正因为不明，才只能我去。15分钟报一次平安，少一次，你就来骂我。封锁项目区，拦住白瑶。东西没了，可以再置办，人必须一个不少的回来。让开！你以为现在认错，族人就会原谅你？他们可以不原谅我，但我不能再替你开第2次门。分红区只能撑20分钟，足够把最后一批人撤出去。勇敢不是不顾一切冲上去，而是知道自己此刻最该守住什么。分红没有用，总闸不关，山体还会继续崩。怎么关？带着祭壶印进入主控舱，手动压下闸轮，闸门落下后，舱门会被永远封死。母亲的录音说过，可以同时转动2只轮盘，另一只回水轮18年前就坏了，你母亲试过，所以她死在里面。祈愿，你答应过不会替我做决定。我也答应过，会护你们母子平安。祈愿，看着我，我嫁给你，不是为了让你在遇到危险时把我留在外面。可我不能拿你和孩子冒险，所以我们一起找第3条路，而不是由你一个人去死。回水轮没有坏，它被藏在祭台水谷下面。我来承担当年没做完的事。第1声泄压，第2声回水，第3声落闸。祈愿，回答我。夫人，他还活着。主控舱已经全淹，出口也被钢闸封死。母亲记录里写过，闸落水回，活水不困人。主控舱一定还有回流口。夫人这次没有骂我。等你能站起来，我慢慢骂。寨湖的水没有回来，被抽走的水全积在北山地下。紧急预警，北山地质结构已达临界点。开山环湖。这是最早的回水渠，当年工程改造后，白瑶让人用混凝土把它封死了。只要重新打通，地下水就能回到寨湖，但距离山体爆裂只剩56分钟。我带水卫去找入口。你刚从回流口出来，我也怀着孩子，我们都留在指挥台。齐恒带人进入矿道，你辨认水声，我看母亲的地图。我们一起给他们指路。夫人的安排，我听。左边通往沈家的控制室，右边没有施工记录。走右边，石壁上有我母亲留下的水纹。右侧墙后的水声更重，回水渠就在那边。
知道我们会找到这里。这不是普通爆破，他要提前炸他整条回渠，把唯一的退路永远埋掉。线路不通向风口，是连接山顶控制塔。沈萧在远程制造塌方。控制塔还有一条维修索道，只有参与过旧工程的人知道入口。带上摄像头和定位器，不要单独行动。叔父，关掉装置就回来，别再替任何人承担秘密。这一次，我会回来交代清楚。你现在装什么好人？没有那些钱，齐家能有今天？正因为我收过好处，才更应该亲手停下。怎么回事？祭湖印只能开水门，真正的工程权限在齐家旧印里。周旭提交的原始数据证实，东侧岩层最薄，可以安全形成泄水口。资料已经同步给现场救援队。替我转告他，证据收到之后直接交给调查机关。叔父还在里面。你已经替齐家背了18年秘密。以前我怕失去位置和尊重，靠谎言守住的不属于我。让开！地下水库一爆，所有证据都会被埋掉，你们也活不了。所以这些证据更不能跟你一起消失。打穿整道风口已经来不及了。不必打穿整道风口，只要打开上方通风井，水压会自己冲开回水渠。立即执行。破障启动后，水流会在几十秒内冲入寨湖，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回水渠。怕吗？怕，但怕也要把该做的事做完。不是神迹，是有人替我们找回了被夺走的水。湖回来了吗？回来了。云溪，孩子，只是受到惊吓引起的短暂宫缩，孩子很稳定，接下来必须好好休息。我都说没事了。你刚才脸色发白，是谁从湖底出来时脸比我还白？这一次不许你守在门外，坐这儿陪我。我哪里也不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河神一族强盛。你守住的不是家族，是你自己的权利。所有命令都是他下的，云溪母亲出事也和他有关。回水渠打开后，水位在旧控制室里发现了这个。希儿，母亲不知道还能不能出去。你若长大以后怨我，就怨吧。只要你平安长大，只要寨湖还有水，我便不算白走这一趟。我曾经等过很多人，也怨过很多人，可我从来不知道，母亲也在黑暗里想着回家。现在他回来了。他不是失踪，也不是抛下家人离开，他是第一位发现水脉被盗并试图关闭总闸的人。母亲没有等到湖水归来的那天，但她留下的勇气会陪我们继续走下去。白瑶提出要见你，
他说18年前还有一件事，你母亲至死都不知道。你母亲不是为了债壶死的，她最后也想过带着证据离开，想活着回到女儿身边，不会让她的守护变得不纯粹。你以为只要证明她害怕过、动摇过，就能证明你们一样？可她害怕以后仍选择关闸，你害怕失去权利，却选择让错误继续18年。封路水渠，别让他离开。关掉。有关非法取水、照火破坏水域、纵火和妨碍调查的证据已经固定。祭壶印已经成为罪证，但祭壶仪式是组织，是否仍要保留？纪念可以保留，开闸的权利必须废除。那以后由谁掌管寨湖？不再由某一个人掌管。以后所有水位、取水量和工程记录对族人公开。重大水利工程必须由族人代表、水文人员和外籍机构共同审核。河神一族守湖100年，如今连决定水势的权利也要交出去。守护不是占有，水不属于齐家，也不属于任何人。夫人，以后发现异常，任何人都能来查吗？不是来查，是有责任提出问题。秘密保护不了湖，只有被看见的问题，才有机会被解决。我终于明白，补偿不是等他回头，是把自己该做的那一部分安静的做完。18年前，我隐瞒证据；18年后，我又试图阻止调查。无论最后是否参与救援，都不能抵消之前的责任。可你最后救了寨子，救人是我应该做的，认错也是。赎罪不是做一件好事就要求所有人忘记从前，是从承认错误开始，一直承担到该承担的最后一天。非法取水项目即日起全面停停，相关资产将用于寨湖修复和受损族人补偿。事情终于结束了，追责结束了，守湖才刚开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什么？他好像等不及要早点见你。河神大人关闭总闸的时候都没这么紧张。总闸有图纸，孩子没有。谁说没有？第一条，父亲过度紧张。第二条，母亲总爱取笑父亲。小时候，我最怕听见寨湖没有回音，母亲不在，周旭不回，我总觉得自己被留在原地。以后你喊我，我一定回你。不许承诺做不到的事。那我换一个，只要我还能听见，就一定回应你。这次好像真的要来了。快，他要生了！母子平安。看来他很喜欢你，也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按照旧规，河神后代出生要接受全族朝拜。旧规到此为止。他不是天生的主人，只是寨湖未来的一名守护者。名字想好了吗？齐兰，愿他心中有湖，也有波澜壮阔的天地。齐兰，回家了。
今天又是什么仪式？没有仪式，只是想请夫人再陪我走一次寨湖。以前你迎我回家，身后全是聘礼，现在也是。这些也是聘礼。一片能长久清澈的湖，算不算？算。但这份聘礼也有我的一半。当然。云溪，我在。看呼吸。第一页属于过去，后面的空白属于你们。娘，湖水回来了。我曾经以为没有回应的等待才叫深情，后来才知道，真正值得奔赴的人，不会让你永远站在原地。夫人，回家了。好。寨湖不再无回声，枯水终于有归期。而我也终于明白，归人从来不是等来的，是放下错路以后，与真正爱你的人一起走回家。